特币怎么下跌了？美股带崩比特币吗？比特币和以太坊即将在2月加速上涨吗？市场的杠杆被清洗干净了吗？阶段性的底部找到了吗？如果你对这些问题感兴趣，请随我看下去。中国大陆的人工智能 DeepSeek 出来之后，对美股造成了很大的震撼哦。因为 DeepSeek 它是由低成本开发的，只要$600万而已。不过美国开发的 ChatGPT、xAI 等等的人工智能呢，都花费了巨资哦，几亿美金、几十亿美金等等的开发资金。不过呢 ，DeepSeek 的性能啊，和美国开发的人工智能啊，测试之后效果不相上下啊。那么大家就会质疑美国的领先地位，而且 NVIDIA 等等的股票呢也暴跌啊。那美国在过去一段股市的上涨呢，都是由于人工智能等等领域的发展。那么最近呢，中国大陆的 DeepSeek 对美股造成了震撼，像昨天英伟达下跌的幅度就来到10几个百分点。那美股有所下跌呢，比特币的 ETF 就出现流出。你可以发现，我们在7天的流入过后呢，在昨天，也就是1月27号，流出了4亿5千万。那这样的流出量呢，其实从过往来看也不算小。那比特币的盘面呢，也有所下跌哦。从此我们也可以看到比特币和美股之间强度的相关。而且美股在慢慢接纳比特币之后呢，美股对比特币的影响可说是越来越深。那我自己也去尝试了一下 DeepSeek 的一些对话等等的，我发现它的回复非常好甚至和 ChatGPT 我认为有过之而无不及那我们来观察一下当前的盘面吧。过去呢，我们在2月呢开启了很不错的上涨你可以发现盘面呢，它似乎走成了分型。我们在走了周线级别的震荡过后呢，后面开启了上涨。那我们虽说第一季度开启的是多头，不过我们在1月呢，我们走的都还是震荡你可以发现，当我们在1月开始的时候，我们只到了震荡的中间。那我们一直震荡到了1月底，我们才突破了箱体区间。那我们现在呢，也即将迎来2月我用白色方框所画出的区域呢，就是2月。你可以发现呢，我们在去年第一季度的多头几乎都是集中在2月那我们到了3月一开始，其实我们的顶部呢也就找到了。那我们在1月的微幅震荡过后呢，我们很有可能会在2月就开启如同前面一样狂暴的上涨。因为我们前面也都做了这种周线级别的调整那我们在进行了一个小小的盘整过后呢，很有可能2月我们的行情就会发动。那我们3月呢，很有可能就会慢慢找到阶段性的顶部。我们还可以观察呢，以太坊在过去9年、10年的历史来看呢，2月也是回报率最好的一个月份在2月呢，过去的统计数据来看只有2018年1个月份是下跌的。那在其他时间呢，全部都是上涨的这个是1到12月里面呢表现最好的月份那我们在没过几天，我们就要来到2025年的2月份了，所以我非常期待2月份的行情。那如果你对这些交易机会感兴趣的话，非常欢迎你可以点击影片下方的Bybit链接，现在 KYC 入金$100就送你$1000仓位的川普币、Solana 币、梅兰妮亚币等等的。如果你有盈利的话，你可以直接提币走$1000的仓位，如果上涨10个百分点，那就是$100，你可以把$100直接给提币走。那现在入金$100就送你3000个 Plum， 目前价值$570，你也可以直接卖掉，然后给提币走，没问题的。我们来观察一下比特币目前盘面的变化好了。你可以发现呢，我们目前依然在箱体当中震荡，不过我们是维持在中轴的上方的。在技术分析来看呢，箱体的中轴它就是分界线如果我们盘面呢可以维持在中轴的上方，那就表示当前的盘面呢它还是比较强势的。而且我们目前的价位其实离前面的高点，离历史新高呢差距连 7% 都不到那这样的波动呢，对于比特币来说很容易可以克服。昨天虽然有一定的多空争夺，不过我们收的 K 线呢是一根长长下影线的 K 线。那长下影线就代表此处虽说有卖出的力道，不过这里支撑的力道是非常强劲的那这种
长长的下影线呢，它所代表的就是此处有很强大的购买力。那你也可以发现呢，我们箱体的中轴啊，大概在10万左右，它和前面的互换位呢，可说是完全重合的哦。你看，我们之前在10万左右呢，有出现很明显的互换。那我们在昨天呢，虽说是放出了很大的量能哦，不过我们能不能说这样的下跌呢，就终结了我们这一波的上涨呢？是不行的哦。虽说我们在调整的末尾，我们不应该看到放量的阴线，不过呢，我们此处哦，虽说是放量了，但我们收的是长下影线的 K 线，那这属于多头强势的 K 线哦。那你可以发现呢，我们在这小个区间啊，虽说有多空的争夺，但多头依然占有优势。对于多头来说呢，机会依然是存在的哦。那我们来观察一些数据吧。我们在昨天的这一波下跌呢，盘面出现了很大额的多头爆仓。那多头的爆仓量呢，已经来到了这3个月震荡区间以来的历史第3高。那可见啊，有非常多的多头杠杆啊，但凡是杠杆开得太大的，仓位开得太大的，全部都被扫出场了。那当这些做太短线的或太投机的仓位呢，被清出市场之后，后面的市场呢，才会有比较好的上涨啊。那我们目前的下跌呢，就有达成这样的效果。我们还可以观察呢，目前市场上啊，短期持有者在卖出比特币的时候是处于亏损的。那如果你要考虑加仓的话，或者是市场阶段性的低点哦，它就会出现在短期持有者卖出比特币而且亏损的时候。你可以发现哦，我们在图表当中呢，红色区域就代表短期持有者卖出比特币亏损的时候。当我们在牛市进行的过程哦，但凡出现短期持有者卖出亏损，那么就会是很不错的阶段性底部。你可以发现，我们在上一轮牛市，我们在8-9千的位置，还有312的时候，还有1万、12000的时候，都有出现阶段性的低点。那我们在这轮牛市里面呢，这种现象就更明显了。我们在25000的时候，很不错的阶段性低点；我们在38000的时候，我们在49000、5万多的时候，都出现了这个指标信号。那我们现在呢，短期持有者卖出比特币的时候，他们又处于亏损了。我们非常有可能此处就是阶段性的低点了。那么在熊市过程当中呢，比特币是在不断的下跌哦，所以在熊市当中，这个数据呢就比较不值得参考。不过我们此处呢，如果能形成阶段性的低点哦，那么我们后面的上涨就可以被预见哦。那最后呢，我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去做了什么。我毕竟消失了一阵子哦，我去日本滑了雪。那我在滑雪的时候呢，有很多启示哦。像我们在昨天下跌的时候，你心里想的是什么呢？在下跌的过程哦，你或许已经很害怕了，但如果这个时候你把你过去的交易计划、你入场的理由全部抛诸脑后，由于短暂的下跌呢，你就把你的现货给卖出了，你就把你的波段趋势的仓位给平仓掉了，那么你就吃不到我们后面的利润哦。其实，在危机发生的时候呢，我们应该注重的是最基本、最核心的东西。那么，当我们在下跌的过程哦，如果你是拿现货的，那么你当时入场的理由是什么？肯定是要做我们这一轮牛市的周期。那根据周期来看呢，我们2022年的年底、2023年的年初会是底部，我们要到2025年的年尾，我们才会出现顶部。那么此时呢，它就是不符合周期的。如果你用周期去进场，可是你出场的时候只是因为短暂的下跌，那么你就不会吃到这些利润了。当你在下跌的过程，你依然可以牢记你当时入场的理由，你依然可以遵循你制定的交易计划，那么你最终才能掌握利润了。那么对于持仓多头部位的人来说呢，比如说我想抓的是这一波日线级别的多头，那么我们昨天的下跌呢，是不影响我们日线级别多头的走势的，我们的机会也没有消失，我们绝对有机会哦，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开启加速的上涨。那么这一波多头的利润呢，我们才能牢牢的掌握。那我在下跌的时候呢，现货很明显是没有去动的，因为我就是按照周期在做的。那么期货的仓位呢，昨天的下跌也干扰不了这一段日线级别的多头走势哦，所以我也没有平仓啊。就像我在滑雪的时候呢，一开始的时候我会滑得非常非常快哦，就加速的非常非常快，因为我是第一次滑，我完全被吓到了。不过
我并没有因为速度快而紧张。当出现危机的时候，我脑袋里想的呢，都是最核心的东西。教练教我，如果不想跌倒，你就要把重心往前，你的胫骨要压好鞋舌。我一直压好鞋舌，虽说速度一直在变快哦，但是我就是没有往后摔倒。所以这可以告诉我们哦，当我们在面临行情波动的时候，我们很紧张的时候，我们不应该惊慌失措，不应该做出不理性的决定哦。我们应该要回归到最初当时设定的交易计划以及入场的理由，那么我们才有机会掌握到后面的利润。好，非常感谢各位，非常欢迎大家可以帮我的影片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拜拜。